美芳，这泥水怎么回事？下水道堵了？结工前了，水没事儿，雨多积的。你快进屋，我给你下面条。这不是下水道的问题，水是彪哥家里排过来的。老强看着不对劲，我得过去问个明白。算了吧，就一点泥水我能扫过来。咱们在外头卖苦力不容易，回村图个清静，你别惹事儿啊。咱们是不惹事儿，但也不能装瞎让人欺负。我卖苦力就是为保这个家干净，这水不对，我就得去问清楚。彪哥，你家那院墙怎么重修了？这排水管怎么直冲着我家里排？哟，光天大兄弟从城里回来了，哥哥这老墙不结实，怕塌了砸着嫂子。哥哥花了好几千块钱翻新这面墙。俗话说水往低处流，我家地势降高了，这黄泥水不流你院子里流哪儿去？村里老规矩，滴水不出街，以前水都往胡同排，你现在把院子垫高，管子直接怼到我家排泥水，这不合规矩。这是我自己的宅基地，老子想往哪儿排就往哪儿排。你赚大钱的老爷们儿为几盆泥水计较，心眼太小了吧？排水可以慢慢谈，但这新墙不对，老墙离香椿树至少1.2米，你这墙目测不到半米。彪哥，你这墙往我家移了。孙广田，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讲。我该墙顺着老地基拉的线，你自己家院子多大记不清了，回村就想给我钱啊？彪哥消消气，他干活累了眼花。广田，别说了，进屋。彪哥，我不聪明，但我没瞎。我爷爷在这里埋过一块青石界碑，只要挖出界碑，拿卷尺一量，是谁的地一清二楚。什么破界碑，早被野狗刨了。墙我已经盖好了，红砖就在这儿摆着，地就是我的，有本事你拆了它。我不惹事儿，因为怕美芳跟着担惊受怕。但这地基是我孙家的根，我退让一次，他就会有第二次。故意把界碑砸得粉碎，连个囫囵块都不留。马金彪这是铁了心要吞我家的宅基地，断我孙家的根。马金彪，你真以为老实人就好欺负，活该吃哑巴亏？你既然敢吞我的地，这面墙我还真就拆定了。广田，界碑碎成这样了，彪哥不认账，咱们根本说不清啊。算了吧，这几十公分地咱家也够用了。美芳，界碑是他砸碎的，他以为砸了石头就能抹掉村里的规矩，这不仅仅是半米地的事儿，这是欺负咱们家没人敢硬挺。孙广田，你个怂包泥瓦匠，老子就占你的地了，你除了干正眼还能咋的？有种你来咬我呀！我不跟他吵，也不跟他动手，咱们是讲理的庄稼人，绝不跟无赖耍泼。明天一早，我就带着土地确认证去找王书记。他不认这块石头，但他得认国家的红本本。广田，先吃口热乎的吧。这本子都多少年了，现在的村干部还认这个老理儿吗？要是王书记嫌麻烦，不管这摊子烂事儿，彪哥两口子以后还指不定怎么挤兑咱们呢。美芳，你把心放肚子里。咱们村的王书记是老党员，他办事从来不和稀泥，只认法理和证据。只要咱们手里握着理，天王老子来占地，咱们也不用怕。王书记，大清早打扰您了，这是我家98年窃权的土地证，您看看这图谱，我家院子东西宽15米。马金彪趁我出去打工，把老墙拆了，新起砖墙。我拿尺子量了，我家院子只剩14.5米了。他往我家硬占了50公分，还把排水管直通我家。我不想因为这半米地在村里闹事儿，想请组织出面定清楚边界线，让他把多占的地吐出来。广田，你反映的这问题绝不是邻里之间的小摩擦，这是涉及到农村宅基地产权的原则问题。宅基地确权是国家大政策，边界线就是法律的红线，绝对不允许任何人趁机侵占、胡作非为。王书记，我是个粗人，但我懂法。我今天来就是相信咱们村委能主持公道。广田，你做得对，遇到纠纷不动私刑，找村委会讲法理。你是个有觉悟的好同志，这件事儿我管定了。
走，我现在就跟你去现场。我倒要看看他马金胖是不是觉得村里的干部都是摆设。今天这碗水，我必须端平。马金彪，你给我出来！哟，王书记今天怎么有空视察来了？少套近乎！广才家正上是15米，量出来只有14米半。你这墙实实在在占了50公分。赶紧拆墙退位，把排水管给我堵死！没天理了！村干部偏袒有钱人了，那老账都是烂账，做不得数啊！王书记不能偏心啊！这软皮尺拉紧拉松差个半米，还不是轻飘飘的事儿。我不认这破皮尺。彪哥，你昨天说只要找到我爷爷埋的界碑你就认，界碑呢？你找出来看看啊！没有界碑，这墙谁也别想动，动一块砖我就躺你家门口。马金彪，你揣着明白装糊涂，你信不信我直接报给镇土改所？哈哈哈哈！报给谁我也不怕，没有铁证，光凭一把破软尺我不服。广天，我就说找了书记也没用，马金彪就是一块滚刀肉，咱们要不就算了吧，为这半米地天天跟他置气不值当啊！美芳，我刚才没跟书记多说，是因为咱们村里没专业设备，他觉得砸了界碑就能吃定我了。他不是要确凿铁证吗？他不是说软尺不准吗？行，我今天下午就去县城。去县城干什么？去请县国土局下属的专业测绘公司，用卫星定位一寸一寸给他量出来。我要让他知道，老实人的底线不是他能随便踩的。这位大哥，农村几十公分的纠纷一般找村里调解，请我们出外空用高精度卫星定位，费用抵得上你半个月工资了。同志，我干粗活赚的辛苦钱，但这钱我花的心甘情愿。有人砸了我的界碑，想霸占我的家，我用拳头打他犯法，但我买一项科学测绘，买一份法律率立的报告，我就能堂堂正正把地要回来。这买的是一个老实人的尊严和公道。大哥，你做的对。法律只看证据，你把字签了。明天上午10点，我们带最先进的卫星设备去给你定界，误差绝对不超过3毫米。我跟你们说，孙广天那小子就是个纸老虎。昨天王书记来现场又能咋样？我说尺子不准，谁能拿我怎么着？对付这种常年在外的老实人，你就得比他横，他保准连个屁都不敢放。哟，这是干啥的？看着好正式，还带着精密仪器呢。这泥瓦匠疯了吧？还真把县里的人请来了，这得花多少钱？嘿嘿，广天兄弟，请县里人来的花不少钱吧？咱们弄这么大阵仗，怪伤和气的。彪哥，你昨天不是当着书记说皮尺量的不准，非得找界碑吗？我找不到界碑，但我把天上的卫星请来了。今天咱们就用高科技仪器量个清清楚楚。经过高精度定位比对，原宅基地边界线在此。彪哥，铁证如山。这红线清楚表明，你足足侵占了我家60公分地。这红线以内是我孙家底线，现在你拆不拆？测绘又咋样？墙是我花钱盖的，我看谁敢动。好，既然讲不通，咱们就按规矩办。老黄哥，顺着那条红线过界的部分全平了。来呀、你有种就让铲斗砸下来！我媳妇有个3长2短，你赔不起！广天别挖了，万一伤到人，咱这个家就彻底毁了呀！别怕，咱不认栽，但也绝不犯法。哼，这墙今天必须拆。喂，110吗？我是小黄坎村孙广田，有人恶意侵占我家宅基地，国土局已出台红线图。现在对方以身体阻挠清理、寻衅滋事，请马上派人处理。刚才谁报的警？
这里发生什么纠纷了？赵所长，是我报的警，这是土地使用证和刚出的红线图。马家越界60公分，我准备清理过界部分，他们躺在墙根阻挠。警察同志，孙广田开挖掘机要杀我们全家呀！他仗着有钱欺负老实人。站起来说话！有没有开机器杀人？我们长了眼睛会看，现场有群众作证。所长，您抽烟，那证都是老黄历了。我们盖墙为两家安全，广田非要动铲车，万一伤到人就麻烦了。特绘局盖公章的图纸在这儿，白纸黑字，红线具有绝对法律效力。你这墙就是侵占合法财产。大家都是邻居，差半米算多大事儿？他孙广田也不能一点人情味儿都不讲吧？昨天我拿皮尺量出来，你耍无赖。现在人家花钱请仪器，你又开始讲人情，国家法律就不是规矩了。那他开挖掘机吓唬我们怎么算？孙广田发现你们阻挠后，第一时间停机报警，这是理智合法的维权行为。这块地确权给了孙广田，他就有权清理非法复制物。你现在是涉嫌阻碍他人行使合法物权。如果你们继续纠缠，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我们有权对你们采取强制传唤，甚至是行政拘留。别拘留，我们不懂法，这就走。采花快起来！孙广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你有权拆除过界部分，派出所和村委会给你见证。谢谢王书记和赵所长，老实人不求别的，就求个公道和法理。老黄哥，顺着红线，把墙推了。美方看好了，这是咱们的家，只要咱们站得直，谁也拿不走。院子里的黄泥水终于停了，咱们孙家的宅基地边界也算清清白白了。这几天憋屈死我了。广田，咱们家总算是保住了。今天晚上咱们一家人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孙广田，你个王八蛋够绝，带着警察来压老子！姓孙的，这事绝对没完。咱们骑驴看唱板走着瞧，我定要你好看。砖钱加上水泥钱，大几千块啊！就这么被他一铲子扬成灰了。咱们两口子在全村人面前丢了这么大的人，以后还怎么在村里抬起头啊？你平时不是吹牛说没人敢惹咱们吗？你懂个屁！人家手里有卫星测的红线，还有派出所所长盯着，我上去不是找着被拘留吗？那这口气就这么咽下去了？我可咽不下这口恶气。咽下去做梦，他孙广田不是讲法吗？他院子那块地是他的，可他家门前那条出村的小土路，有一多半是从咱家老宅前面绕过去的，那可是村里的公用路。当家的，你的意思是？警察管得了院墙，管得了我在村里土路上堆放农家肥吗？他明天早上不是要骑3轮车送孩子上学吗？我让他连这大门都出不去。我不打他也不骂他，我恶心死他。广田，刚下过雨，土路滑，你骑车送孩子千万慢点。放心吧，墙的事儿彻底解决了，我心里一块大石头落地了。来，小宝上车，爸爸送你去镇上读书。马金彪，你真是死性不改，净玩这些下三滥的招数。哎呦，广田兄弟早起送孩子啊，真是不好意思。
我这堆点农家费，你受累绕道吧。哎呀，广田兄弟真不巧啊，这地里庄稼不等人，家里要翻地堆了点肥，味道是大点。你是城里干大事的，总不能不让老哥哥种地。路滑不好走，你受累，带孩子从村头烂泥沟绕2步吧。马金彪就是想激怒我动手，只要我先打了人，有理就变成互殴了，我绝不能中计。彪哥，路是大家的，你这肥料堆的可真是时候。小宝，前面大伯家堆了东西，车过不去。今天爸爸背你走村东头小路去上学，好不好？就当咱们爷俩锻炼身体了。爸爸，我不怕累。小宝抓紧爸爸，你看这沟里，等夏天雨水多了，爸爸带你来捉泥鳅。爸爸，你累不累？我下来自己吧，我不怕脏。爸爸不累，只要有爸爸在，再难走的烂泥坑，咱们都能趟过去。这点泥泞算什么？只要能让儿子安稳念书，护住这个家，我受再多苦也心甘情愿。摊上这种不要脸的恶霸，真是倒了血霉。广田，快擦汗！大妈早起都看见了，马金彪缺了大德了。大妈家后院有个小偏门，明天开始你带老婆孩子从大妈家穿过去，千万别走烂泥沟了。钱大妈，谢谢您，但这是我跟他的私人恩怨，不能连累您跟着受烟煞气。您放心，这事儿我绝对不会咽回肚子里，我会按国家规矩解决到底。这个马金彪无法无天，他就是故意钻政策空子，耍无赖，恶心人。王书记，我连夜咨询过朋友，这出村的路是村里公共道路，他打着存放农用肥料旗号，派出所来了，最多口头调解，根本没法强制清理。广田，你冷静没冲动是对的，这种乱堆放污染环境行为归镇上综合行政执法办管。我作为村支书，现在就给镇执法办打书面报告。王书记，光有报告肯定不行，马金彪到时候肯定会咬死说那是发酵农家肥，我必须亲自去收集铁证，我要证明他根本不是为了种地，纯粹是恶意堵路和污染环境。好，你去留存关键证据，只要证据确凿，镇里绝不纵容这种破坏村容村貌的恶劣行为。广田，这镇上买的小黑盒子真能管用吗？它要是咬死，那就是农家肥，咱们也拿它没辙呀。美芳，对付这种不讲理的无赖，咱们的嘴巴说不清，但这机器的眼睛能看清。狐狸只要动了歪心思，总会露出尾巴。咱们这就叫铁证如山。当家的，大半夜把垃圾和碎玻璃往这上面倒，万一被人看见不好吧？你懂个屁！那小子今天早上不是当缩头乌龟了吗？我倒要看看他能忍到什么时候。这猪粪发酵的不够臭，我再给他加点猛料，里面专门混了生锈铁钉。我看他以后还怎么骑他那个破3轮车出门。孙广天，你不是有理吗？你继续报警啊！这村里的路我看你怎么走。这猪粪发酵的不够臭，我再给他加点猛料。广田，他们2口子太狠毒了，这哪里是放肥料，这分明就是想扎破咱的车带。万一这铁钉子扎到小宝的脚该怎么办？咱们这日子怎么过呀？美芳别哭，他现在跳得有多高，待会儿摔得就有多惨。只要证据确凿，我就能要他的命。如果他堆纯肥料，我还真拿他没办法。但他往区级公共道路恶意倾倒生活垃圾，甚至投放危险废弃物，这性质就彻底变了。广田，你现在要去哪儿？去镇上，去接行政执法办的同志。今天咱们门前这条路得堂堂正正清理干净。孙广田个怂包，昨天被我用粪堆死死拿捏了，连个屁都不敢放。我看他以后怎么在村里混，跟我斗他完全不够格。哎呀，领导们怎么大驾光临了？快来家里坐着喝口热茶，这太阳毒别晒坏了。马金彪，这段村级公共道路是谁允许你随意堆放这些污染物的？你知不知道这已经严重违反了村庄规划管理条例，属于违法占道行为。领导，您真的是误会我了，我是个本分种地的老农民，全靠天吃饭。这马上就要秋播了，这都是我辛辛苦苦沤的农家肥啊，我就临时放在这里晾晒2天，等水分干了就立刻拉到地里去。我可没干伤天害理的违法事儿。孙广田他有意见，我理解，但他也不能不让咱们老农民种庄稼活命吧。
孙广田同志，关于对方咬死说是农用肥料的说法，你有什么关键证据要补充的吗？彪哥，你口口声声说这是正规农家肥，那我今天就当着领导的面问你一句，谁家的农家肥里面还要故意掺进去危险的碎玻璃和生锈的铁钉？你纯粹是血口喷人！哪来的碎玻璃？那就是纯的自家猪粪！孙广田，你别仗着有钱就在镇领导面前肆意胡编乱造，诬陷好人！领导和各位乡亲看好了，这段视频是我家监控昨晚深夜拍下的铁证。这猪粪发酵的不够臭，我再给它加点猛料，里面专门混了碎玻璃和生锈铁钉。我看他以后还怎么骑他那个破3轮车。好啊，马金兵，你这心也太黑透了！往大路上扔碎玻璃碴子，这要是扎着咱们村里的孩子该怎么办？马金包，你简直胆大包天！你这种行为已经不再是简单的乱堆太放，你这是恶意倾倒生活垃圾，并伴有破坏公共交通安全的严重违法动机。立刻给我开具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马金兵，我现在依法对你下达最后通知：第一，你将面临整整2000元的行政罚款；第二，限你24小时之内将这里的无物彻底清理干净，恢复区级道路原貌。如果明天这个时候这条路还没通，镇执法办将直接调动清运铲车强制执行，产生的所有高昂清运费用全部由你个人承担。罚款！老子1分钱都没有！我看你们明天谁敢开铲车来清！孙广田，你看什么破手表？你等的人呢？这叫邻里纠纷，他们最多口头吓唬吓唬我，还能真把我抓进去蹲大牢不成？广田，他们连脸都不要了。24小时到了，镇上的干部真的会来清理吗？美芳，别急，法律从来不是儿戏，镇上开出的通知书更不是废纸。他不给自己留后路，今天法律会教他怎么做人。马金彪，限期整改通知你拒不执行，还躺在障碍物上阻挠执法，性质恶劣。你们要是敢推这堆肥料，我就撞死在铲车上！裁缝，快拿农药瓶！谁敢过来？谁往前走一步，我就喝农药死在你们面前！周喜兰，少在这里装疯卖傻！这塑料瓶连个农药味都没有！你们听清楚，从现在起，这儿已经不是普通纠纷，而是依法强制执行现场。马金彪，你的行为已经涉嫌阻碍依法执行职务，现在立刻滚下来，否则我们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带回派出所拘留。彪哥，赵所长手里的手铐是管你阻碍执法，但我刚听郑主任说了，出动装载机和渣土车的机器费用，按国家强制执行标准，1天就是3000块钱，再加上乱倒垃圾的2000块罚款，这5000块钱强制费1分都少不了你的。你如果再因为阻碍执法被行政拘留，镇上摊位的营业执照也会停办检查。你好好算算，这笔账到底值不值？我这就自己拿帖子清。广田兄弟，你帮我求求情啊！我真没钱交5000块。晚了，国家执法不是儿戏，把他给我铐起来，铲车立刻进场清运。赵所长，我真的知错了，您能不能别抓我呀？我进去我家就全完了呀！早干什么去了？多次警告拒不整改，现在想起来求饶，晚了。把他押上警车。装载机师傅立刻进场，依法清运全部障碍物。
收起来！你自己过来看，谁家种地会拿扎满铁钉的木板当肥料？你们这心思歹毒到极点了！广田，马金彪被拘留7天，这下家里总算能清静几天了。杀千刀的孙广天，把我男人坑局子里，老娘跟你们没完！你们给我等着，等我儿子回来，绝饶不了你们一家子！路总算通了，这顿饭吃得真痛快。你多吃点儿，这2天跑上跑下，累坏了。累点不怕，只要门前的路干净了，咱们一家人的日子就能踏踏实实过下去。爸爸，明天你还能骑车送我上学吗？咱们是不是不用再绕路，也不用走那个烂泥沟了？当然能，路通了，以后爸爸天天骑车走大路送你。太好了，以后我的鞋子再也不会沾一脚泥了。先把饭吃完，明天早点起床，可别赖床。小强啊，你可算回来了，咱们家天塌了！号什么丧？我爹呢？怎么家里搞得跟废品站一样？你爹被警察抓走了，就是隔壁那个姓孙的泥瓦匠害的。什么？我爹进去了？孙广田那个黑心肝的，找来警察抓你爹，还要罚咱们家几千块钱，你娘我都差点被他们逼着喝农药啊！孙广天，一个臭打工的泥瓦匠，也敢骑到我马家人脖子上拉屎？儿子，你一定得替你爹出这口气，绝不能让他们家看咱们笑话。喂，强子，带几个兄弟来趟小黄坎村。对，带上家伙事儿。有个不长眼的底层泥腿子欺负到我头上了，今天我非得扒他一层皮。孙广田这小子常年干泥瓦匠，身板硬，硬碰硬咱们容易吃亏。对付他这种底层的泥腿子，就得玩阴的，让他防不胜防。强哥，大半夜的，咱们这招能行吗？他不是天天骑那破3轮车送小崽子去镇上读书吗？这5寸长的锈钉子，连大卡车的轮胎都能扎穿。我看他明天早上怎么送。广田，今天早上雾太大了，你骑车千万慢点看路。放心吧，现在门口的路宽敞了，比以前好走得多。爸爸，你骑快点，雾这么大，我怕上学迟到了。好嘞，爸爸今天稍微骑快点，小宝坐稳了。小宝，抓紧车厢！小宝别怕，站着别动。小宝，别怕啊。广田，这明显是蓄意报复。你最近得罪谁了？赵所长，除了隔壁马家，我在村里没有仇人。我派人去现场勘察了，但你们家门口那段路是个死角，完全没有监控覆盖。没有监控，钉子上也没有指纹，没有确凿证据，我们不能随便抓人。赵所长，那就让他们这么欺负人，咱们以后还怎么出门啊？美芳，别为难赵所长，警察办案得讲证据，这是规矩。赵所长，我明白，证据不够不能定罪，这件事我会想办法补残证据。
强哥，打听清楚了，孙广田那老小伙的腿被钉子扎破了，他儿子也挂了彩，刚才去镇上卫生所包扎的。跟我斗？他前2天带着警察抓我爸的时候不是很嚣张吗？现在怎么瘸了？但是强哥，他刚才报警了，赵所长带着人去公路上查了半天，会不会查到咱们头上？我就是要让他全家在村里天天提心吊胆过日子，我让他知道惹了我们马家是什么下场。小强，外面情况咋样？你先别急着动手。孙广这小子心眼多，不好对付，等老子出去再说。知道了爸，你就在里面老实待着吧。等你出来，我早把他们一家整废了。哥几个，孙广前家后边那片玉米熟了吧？熟透了，这2天正准备收呢。棒子长得又大又沉。今晚带上镰刀和木棍去给他那片地松松土。天杀的呀！这可是咱们马上要收的口粮，整整半年的心血呀！怎么被糟蹋成这样了？这帮畜生是想把咱们家往死里逼啊！我这日子没法过了。这事肯定是马金兵的儿子干的。马金兵进去了，他儿子就来祸害咱们，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昨晚手机里没收到报警提示，监控画面全是黑的。监控坏了，那这地不是白被糟蹋了？他连监控都算计进去了。探头没坏，是被信号干扰器屏蔽了。马小强比他爹硬。广田，你腿上的伤口还没长好，一用力就往外渗血，你今天哪里也不许去。我必须要去趟县城电子市场，买一个他们搞不掉的设备。粮食毁了可以再种，但作恶的人必须受惩罚。大哥买监控啊！我这全是新款高清无线探头，不用扯线，连上网络，手机随时随地看，方便得很。老板，我要带实体供电线，直接插硬盘助力器的那种。广田，你腿上还有伤，这一整天都在外头爬上爬下，快歇会儿吧。今天必须布完，3个方向死角全覆盖，全部走实体线。这回他们用什么设备都屏蔽不了。哟，这不是咱村的大忙人吗？怎么腿瘸了干不了活，只能在家扫地了？怎么着？看我不顺眼，我就往你家门口吐了。你敢动我一根手指头试试？路是公家的，你爱吐哪吐哪。我还以为你报警抓我爸的时候多硬气呢，原来是个缩头乌龟。你给我听好了，咱们2家的事儿没完，以后在村里走路长点眼，别哪天另一条腿也折了。小强，你今天去探那泥瓦匠的底没有？你爸还在拘留所里受罪，咱们不能轻易放过他。妈，你就是高看他了。我刚才当着他的面往他脚底下吐口水，他连个屁都没敢放。他真没敢吱声。前2天他找书记找警察的，可不是这个怂样。找警察有啥用？咱们把监控屏蔽了，他找不到证据。现在腿瘸了，心气也给磨平了。这泥瓦匠就是个外强中干的纸老虎，稍微吓唬2下就怂了。那就好，这泥腿子不知天高地厚，敢把金彪送进去，就要让他吃点教训。妈，你放心，踩烂他几亩玉米只是开胃菜，明天晚上我让他知道惹咱们马家的下场。广田，他竟然往咱们喝水的水井里倒农药，这要是小宝喝了可咋办？这摄像头已经确认是马小强带头作恶，还确认他明知是闵小季还要投毒，这是主观故意。
光田，咱们赶紧报警吧，这可是投毒啊！美芳，别慌，去拿个干净的空瓶子，去井里打一瓶水封好，再去草丛里把那个药瓶找出来。上一次他砸界标我没抓到现行，这一次人证物证全在，我要让他彻底吃不了兜着走。广田，这井水确实被污染了，这是典型的百草傀儡除孢剂残留反应。刘技术员，喝了这水到底会有多严重？这井口大，水位深，半瓶药倒进去被水大量稀释，浓度不算高，偶尔喝一次不会马上没命，但这药有极强的毒性残留。如果你们不知情，天天用这水烧饭解渴，这叫慢性中毒，时间一长内脏全坏，大罗神仙都救不回来。这帮畜生，这哪里是使坏，这是要我们一家三口的命啊！拿着，报告杆我开好了。广田，这事性质太恶劣，你立刻带着单子去派出所报案抓人。无法无天，简直是无法无天！哼，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投毒！老张，马上集合3个人，跟我去小黄坎村抓捕马小强。这次他插翅难逃。老组长，稍等一下。广田，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全家连命都差点搭上，哼，还不赶紧把人抓回来拘了？所长，马小强选在这个节骨眼上报复投毒，背后可能有马金彪的授意。抓一个马小强，伤不到马家的根基。我要的不仅仅是抓贼，我要把马金彪这个毒瘤一并收拾了。绝不给他死灰复燃的机会。爸，你可算出来了，在里面受苦了吧？爸，我昨天半夜摸进孙广仁家菜地，把他水井里倒了半瓶除草剂。糊涂！你干事怎么这么莽撞？哼，投毒那是重罪。孙广田报了警，警察一查就能查到你头上。爸，你别急啊，我办事能不留后手吗？孙广田不是装了监控吗？我花钱从网上买了信号干扰器，他家那破监控啥也拍不到。没拍到，那就好办了。孙广田就算猜到是我们干的，他也拿不出证据，只能吃这个哑巴亏。光投毒还不够，孙广田不是仗着有村支书撑腰，逼着老子退了墙吗？墙虽然退了，但他家那条路，老子照样能给他堵死。爸，猪粪不管用了，咱用啥堵？他家大门外是土路，明天半夜咱们带上铁锹，在他家门口挖一条2米深的深沟。我看他孙广山的3轮车怎么开出来，怎么去城里干活。真是死不悔改，一放出来就继续密谋作案。广田，你放心，明天我绝对不会让他们这么干的。都加把劲儿，挖深点，别让一滴水漫出来。中午老子请你们喝酒。彪哥，这沟挖的也太深了，广田哥家里人连门都出不去啊！你拿钱干活废什么话？让你挖你就挖，哼，出不去的可以长翅膀飞出去。天哪，这怎么挖这么深个坑？这让人怎么过路啊？孙叔早啊，你看这沟挖的规整不？这可是我起大早带人干的。哟，广田大兄弟又拍照留念呢，随便拍，要把哥哥我拍帅点。最近雨水多，哥哥我心善，自费给咱们这儿修条排水渠，这可是造福乡亲的好事儿。你发网上让大伙都看看。彪哥，你把沟挖在正当门，广田的3轮车怎么开出去啊？孩子还要上学呢。哎呀，嫂子，这我可管不着，修水渠总得占点道嘛，你们克服克服。孙叔，实在不行你买个直升机开出去呗。要不你给咱们磕个头，我给你搭块板子。
修水渠是好事儿，希望彪哥别后悔。呸！哼，装什么大尾巴狼？继续挖，老子今天就让他插翅难飞！马金彪，谁允许你在公共道路上私自施工挖坑的？赵所长，您误会了，这不是什么公共道路，这是我家门口的地，我想在这儿修个水渠排排水。你家门口的地，你家院墙外头全是你家的，你当地里是你画的？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这是村里出具的村道权属证明，这条土路属于集体土地，是全体村民通行的村道。赵所长，就算这地是集体的，我也是村里人。我修水库也是为了大家好，没犯法吧？你在邻居大门正前方挖2米深的沟，这叫修水渠？你这叫故意堵塞交通，寻衅滋事。马金斌，根据法律规定，你这种行为属于破坏交通设施。我现在命令你，立刻把这条沟给我推填平整。这挖了一早上了，回填多费劲儿啊！能不能明天再说？不回填是吧？行。那就以破坏交通设施罪论处。来人，把他给我带回所里。别抓我，我填，我马上填，千万别抓我。彪哥，多挖点儿，我看你这体力挺好，回填起来应该也不费劲，慢慢填，别累坏了。气死我了！那个姓赵的警察明显就是偏袒孙广田，凭啥咱们在自家地头挖坑还要被抓？就是，这派出所是他家开的，咱们就这么咽下这口恶气。明天我就去镇上告那个警察。都给我闭嘴！瞎嚷嚷什么？现在警察盯着咱们，硬碰硬那是找死！爸，那这事儿就算了，咱们脸往哪儿放？对付这种人，得换个思路。他孙广田不是仗着自己有手艺，天天骑3轮去镇上赚大钱吗？我打听过了，他最近在镇东头一家新房包了墙面活，咱们去把他的活搅黄，我看他没钱拿还怎么硬气。这主意好，把他名声搞臭，以后镇上谁还敢找他干活？就是这儿，白天我路过看了，这面墙就是孙广田刚砌完的。砌的倒是挺规整，给我往死里泼！干活不能白干，这2袋水泥拿回家正好补足去。撤！孙广田，我包工带料交给你，你嫌工价低就直说。背地里给我新房泼血一样的红漆，你存心触我眉头是不是？张老板，我昨天走的时候把门锁好了，门是被撬棍强行弄开的，这不是熟人干的。少给我扯淡！警察刚才都说了，现场没有外人的指纹，你监守自盗偷走2袋水泥，还脱漆销毁现场。张老板，你先冷静，没有确凿证据不能定罪。不过孙师傅，你是第一责任人，这事儿你脱不开关系。今天这事儿没完，3000块钱的尾款你1分都别想拿，你赶紧给我滚蛋，我另外找人干。张老板，这漆不是普通的调和漆，是农用机械上专门用的防锈底漆。这车轮印子一边深一边浅，是拉重物压出来的。我只有一辆电3轮，压不出这种柴油3轮的印子。老板，工钱你可以先扣着，墙我今天免费给你重新粉刷翻新，最多2天。我肯定把偷你水泥泼你油漆的贼揪到你面前，连本带利让他给你赔偿。
马金彪，你看清楚了，这辆深夜拉着水泥的柴油3轮车，车牌号登记在你的名下。这车是我的没错，但我那车平时就停在村口的大槐树底下，钥匙经常没拔，指不定哪个手脚不干净的开走了呢。你少装蒜！大半夜不睡觉，去新房工地泼红漆、偷水泥，除了你，还有谁跟孙广田有仇？赵所长，办案讲证据。照片上这俩人戴着头套，你凭啥说是我和我儿子？我还说是孙广田自己开了我的车，贼喊捉贼呢。马金彪，工地现场的车轮印和农用防锈红漆我都核对过，你车厢里现在肯定还有红漆印子。我平时拉农机设备，车上有几块红漆怎么了？你把水泥从我家搜出来才算数啊！所长，去他家看过了，没找到丢失的水泥，车厢也被水冲洗过，提取不到有效痕迹。孙广田，目前只有车牌，没有直接拍到人脸，也没有找到赃物，确实证据不足，不能抓人。哈哈哈哈哈！孙广田，听见没？警察同志讲证据，你拿不出证据就别在这儿乱咬人。马金彪，你们别太嚣张，我给你们口头警告，这事儿没完，我会派人继续追查。查随便查，我们可是守法好村民。走，儿子，回家。老板，我要看这个微型隐蔽式执法记录仪。大哥，你眼光真毒，这是警用级别的，纽扣伪装设计，带高清夜视和超强拾音，续航1整天，2000块，概不还价。我要了，现在就装上，教我怎么用。现在就开始录了，声音、画面全都有，直接存在内置卡里，谁凑近了看也绝对发现不了。按住他，别让他乱动！让你告老子，打死你个臭打工的！广田，你这是怎么了？脸上怎么全是血？谁干的？美芳，别哭，我没事儿，一点皮外伤。去把我的旧电脑和读卡器拿来。都这时候了，还拿电脑干啥？我先去给你拿药箱处理伤口啊！流了这么多血。药不急，证据最重要。他们打我的时候，这东西全程都拍下来了，先把视频保存好，绝对不能丢。马金彪和马小强，他们不是喜欢讲证据吗？那我就用法律让他们父子俩一起进去蹲大牢。赵所长，这是县医院的验伤报告，U盘里是我胸前记录仪拍的视频。孙广田，他们动手时套了麻袋，没留下画面。你确定录下声音了？您打开听听就知道了。让你告老子，打死你个臭打工的！这是马小强的声音。马上调取案发时间段南头玉米地那条土路两端的全部民用监控。所长，你看，昨天傍晚6点10分，一辆跨骑摩托车从土路北头开出来，这辆红色铃木摩托车就是马小强的车。立刻带人去村里，依法传唤马金斌和马小强。赵所长，我昨天一直在家睡觉，你们凭啥抓我？孙广天被人揍了，那是他平时得罪人太多，活该。马小强，你老实交代，昨天傍晚6点你在哪里？我不是说了吗，在家睡觉，我连院门都没出过。不见棺材不掉泪，
让你告老子，打死你个臭打工的！这谁的声音？你们随便找个人配音想冤枉我，我不认！不仅有声音，我们还调取了土路附近的监控，案发时你的摩托车就在现场。那条路谁都能走，声音长得像的人多了去了。你们光凭一句话就想定我的罪，没门！我就没打他，有种拿出证据证明我到了打人现场。马小强，你太小看公安机关的刑侦手段了。既然你不开口，那我们就自己去找证据。我们依法对本案相关场所进行搜查，请配合执法。干啥？你们把我儿子抓走还不够，现在又要私闯民宅呀！周喜兰，这是合法搜查证，请你配合执法，立刻退后。警察欺负老百姓了，我难受的不行了。姓赵的，你今天要是搜不出东西，我明天就去告你。进去搜。报告所长，在嫌疑人床底下发现一双可疑的运动鞋。这就是这双破鞋，我儿子下地干活穿的，你们拿这个干啥？马金斌、周喜兰、孙广田遇袭的那条土路，路面上全是这种黄土。这双鞋底的泥土和案发现场的土质一模一样，只要送去化验室做成分对比，这就是实打实的铁证。这个蠢货干完事连鞋都不知道换。马金兵，你儿子这次跑不掉了。化验结果出来了，鞋底的泥土成分和案发土路完全一致，还有你的录音，你还要抵赖？一个人，那现场另一个戴头套的是鬼吗？那就是个镇上随便找的混混，拿了钱就跑了。我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反正我爸不知情。我认，人是我打的。马金彪参与没有？这事儿是不是他指使的？没有，跟我爸一点关系都没有，是我看不惯孙广田一个人干的。所长，查到了，马金彪的通讯记录有重大发现。案发当天傍晚5点半到6点，马金斌给马小强连打了3个电话。案发时间刚好是6点10分，时间点高度吻合。虽然通话内容没有录音，但在案发前这么密集的通话，绝对不是巧合。把这份通讯记录和马小强的供词钉在一起，马上向局里申请对马金崩以涉嫌故意伤害共同犯罪正式立案调查。是。马小强故意伤害证据确凿，马上办理刑事拘留送看守所。马金崩暂时取保候审，限制出境，随传随到。啊！郑浩，家属不能靠近嫌疑人。儿子，别怕，你在里头好好配合，千万别乱说话。爸，他们要把我送到哪儿去啊？你就是个常规拘留，天塌不下来。爸马上回去卖房子卖地，花大价钱请省里最好的律师，一定帮你处理相关事项，维护你的合法权益。你别高兴得太早，你现在也是犯罪嫌疑人，处于取保候审阶段，再敢有任何违规操作，你的下场和他一样。赵所长，这笔账我记下了，等我儿子出来咱们慢慢算。孙广田那边我也绝不会善罢甘休。马金彪，你到现在还不死心？你要是敢再动孙广田一根汗毛，我保证让你牢底坐穿。带走！要不是你出的馊主意，小强都被警察抓走吧？他要是坐了牢，我也不活了！哭，就知道哭，好丧啊！老子现在也是取保候审，随时可能进去，我也烦着呢。赵所长都说了，证据确凿，孙广田那个死泥瓦匠手里有视频，小强肯定得判刑。
孙广田不就是靠着一个破记录仪的视频吗？视频里只能看见小强打他，又看不见前因后果。啥前因后果？要是孙广田先动手拿铁棍打小强，小强呢就是正当防卫，最多算个互殴，关几天就能出来。可当时就他们俩，上哪儿找人证明去？没证据咱们就造证据。村东头的二狗欠我赌债一直没还，这种人只要给钱，什么瞎话都敢说。广田、美芳，你们两口子还有心思干活呢，出大事儿了！我今天早上在村头买豆腐，听见二狗喝醉了跟人吹牛，他说马金彪给了他2万块钱，让他去派出所做伪证。做伪证？做什么伪证？二狗说马金彪让他去警察局咬定说那天晚上见广田先使铁棍追打马小强，这叫什么互殴？谢谢您跑这一趟，您赶紧回吧，剩下的事儿我来处理。广田，咱们去找赵所长解释吧，警察万一信了咋办？空口无凭去解释没用，二狗既然收了钱，肯定会有交易记录或者留着现金。我不仅要让他伪证做不成，我还要把马金彪妨害作证的罪名一起钉死。我现在就去找王书记调村口的监控，马金彪昨晚出门肯定留下了尾巴。无法无天，取保候审还敢顶风作案，这是公然挑衅法律。王书记，把这段视频拷贝给我。马金彪这是妨害作证，证据确凿。广田，你放心，我这就给赵所长打电话，我们村绝容不下这种恶霸。广田，这个监控录像来得太及时了，马金斌的行为已经涉嫌妨害作证。二狗，已经在你家搜出来了1万块现金，你现在去做伪证，那是包庇和伪证罪，要判刑的。赵所长，我全交代，是马金彪给我的钱，他让我去派出所说瞎话，说是孙广田先手拿硬质气笔打的马某某，我一时糊涂，这事儿都是马金彪指使的。马金彪，二狗已经全部交代了，钱也搜出来了，你还有什么好说的？交代啥？我给他钱是还以前欠他的赌债，他去做伪证关我屁事儿。监控拍得清清楚楚，你给钱的地点和时间完全吻合，你还想狡辩？赵所长，二狗那是诬陷我，他跟孙广田一伙的，故意设套害我，我绝对没让他做伪证。广田，技术民警查了二狗名下所有的银行账户，根本没有这1万块钱的转入记录。马金彪咬死说这1万块是他一直放在家里的现金。赵所长，二狗手里的是崭新的连号钞票，马金彪平时好赌，手机里有点钱就会去村头利民烟油店换现金。况且事儿没成，马金彪肯定不会把钱全部给二狗，钱大妈说的是2万，还有1万大概率还在马金彪家里。我怎么把这茬忘了？只要一归查到马金彪的相关转账记录，就能依法顺藤摸瓜。调监控，利民烟酒店。赵所，查到了，这是烟月店老板提供的转账记录。马金峰在案发当晚分3次扫码向店老板转账2万元，并提走了2万现金。哼，铁证如山，看他这次还怎么狡辩。马金彪，你不是说那钱是一直放在家里的现金吗？解释一下，当晚你去烟酒店用微信套现2万块是怎么回事？我去烟酒店换点现金犯法吗？我乐意换，我留着买年货不行啊？买年货？你刚换完钱，半小时后就出现在村口塞给了二狗，你真当警察是傻子？巧合，这就是巧合。反正是二狗和孙广田合伙作假证害我，我没给钱，我没罪。你们警察还有完没完了？我家都被你们翻个底朝天了，哪来的钱？
们的钱，这是别人放这儿的。哼，编号和烟角店提出来的现金完全一致。周喜兰，你还有什么好说的？马金彪，我们在你家米缸里找到了那剩下的1万块钱现金，封条上的编号和利民烟酒店的一模一样。这应该是你答应事后给二狗的钱吧？经检察院批准，你因作假证，现在对你依法执行逮捕，签字吧。孙广田、吴美芬，你们两个下地狱的黑心货！把我男人和儿子都送进监狱，你们不能好死！孙家，泥瓦匠，你毁了我家，我今天跟你们拼了！周喜兰，你再往前一步试试，我这手机录着呢，你说的每句话都是证据。录像怎么了？你们把我男人和儿子送进监狱，还不让人说了？赵所长，马金兵的妻子周喜兰带凶器在我家门口闹事，人身威胁我和我爱人，我们已经录像。我们马上到。周喜兰，马金彪的案子已经移送检察院，你再敢无理取闹、寻衅滋事，今天就按规定对你采取相应管理措施。我就是来问问，我没闹事儿。请当事人孙广田准备，马上轮到你入庭进行陈述。广田，别怕，把咱们受的委屈都跟法官说清楚。广田，踏实进去，法律会给好人一个公道。咱们小黄河村的乡亲都支持你。王书记、美芳，这一天我们等得太久了，恶人必须付出代价。现在开庭，请公诉人宣读起诉书并出示证据。被告人马金包涉嫌故意伤害罪、妨害作证罪、投掷危险物质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审判长，我北头人挖沟是为了清理自家门口积水，修建排水渠，属于邻里正常的排水纠纷，并非恶意堵路。是吗？请法庭看下一组视频证据。等明天天一黑，咱们继续去门口挖沟，把路给他断了。我看孙广田怎么出门。被告人验车的修水渠与其在视频中亲口承认的把路断了严重不符，这是有预谋的寻衅滋事。请被害人孙广田进行陈述。审判长，马金彪对我们一家的伤害是一步步升级的。他先是在路上撒铁钉，害我送孩子上学时爆胎翻车；接着他在我家菜地水井里投毒农药，想绝了我们全家的生路。他甚至雇人殴打我，再用2万元现金买通二狗作伪证。我深知底层生活不易，一再忍忍，但我身后是我的妻子和孩子。我请求法庭依法严惩，还我们一个公道。请全体起立。现在宣判。本院认为，被告人马金彪无视国家法律，多次故意挖沟堵路、寻衅滋事，破坏他人财物，数额较大，为逃避法律规调，指使他人作伪证，其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罪、故意毁坏财物罪、妨害作证罪，数罪并罚。
判处被告人马金彪有期徒刑5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责令被告人马金彪赔偿被害人孙广田及房主张老板的经济损失。判重了，我知道错了，我赔钱，别判我这么久啊！另，被告人马小强因犯投放危险物质罪、故意伤害罪，案发时系未成年人，另案审理，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送往少年犯管教所。小强啊，3年，他才多大呀？你们这是要逼死我们娘儿俩啊！孙广天，你这个杀千刀的，你害我男人坐牢，害我儿子进少管所，我和你拼了！周喜安，这里是法庭，容不得你撒野！孙广天，吴美芳，你们不得好死！广田，结束了，恶人终于遭报应了。广田，美芳，法律是公正的，咱村的天亮了。王大嫂，去地里啊！快走快走，别沾了晦气，一家子老歹饭。走夜路摔死你们这帮势利眼！金虎啊，你哥和小强都被孙广田送进监狱了，咱们马家被人欺负死了。我哥和小强进去，那是他们不懂法。金虎，你哥被判了5年多，你在省城认识人多，可得帮我们报仇啊！我查过了，孙广田家院墙边有一棵老香椿树，刚好挡住咱家主房。我国民法典规定了相邻权，你明天去镇上找法政律所的张律师，起诉孙广田，让他砍树，再赔1万块钱。哎呀，还是你有办法。孙广田，你别得意太早，今天有人来治你。周喜兰，你还想胡闹什么？我不跟你们废话。张律师，告诉他们。孙广田先生，我是马家的代理律师，你家这棵香椿树严重遮挡了马家住宅的财和通风，侵犯了相邻权。这树都长了20年了，你们以前怎么不说挡光？根据法律规定，限你们3天内砍树，并赔偿1万元损失费，否则我们法院见。不砍树不赔钱，就等着当被告吧。你敢撕律师函，你这是违法！回去告诉马金虎，马家主房的窗户是5年前私自加价的，根本没有建房规划许可证。想要跟我谈采光权，先回去把你们家违建的2楼给拆了。孙广天这个泥瓦匠，居然敢撕律师函，还拿违建威胁我。金虎哥，咱们直接找人去他工地闹事儿。哼，找人闹事那是马金彪干的蠢事儿。孙广天不是开了个施工队吗？他最在乎的就是名声和公器。写匿名信，向税务局举报他偷税漏税，再向质监局举报他用不合格建材。我要让他自己停工。谁是这里的主事人？我们接到匿名举报，你们施工队涉嫌偷税漏税，同时有人举报你们使用劣质钢筋和水泥。同志，我们都是老实人，买材料都有正规发票，怎么会不合格呢？配合检查是我们的义务。美芳，去把最近3个月的账本和材料合格证拿来。账目暂时没有发现问题，但我们需要把备份带回去复核。材料抽检合格，不过根据程序，核查期间你们必须停工，等正式通知。孙师傅，
我这大楼急着封顶，你这天天被政府部门盯着查，我等不起啊！这合同还是取消吧，定金你退我一半就行。广田，这都已经是今天第2个退单的客户了。广田，你工地停工的事情，我今天早上听说了，税务和质检同时上门，这不合常理。王书记，我们施工队用的材料都是正规厂家，账目也清清楚楚。这次明显是有人在背后捅刀子，这是恶意举报，想用这种下三滥手段砸你饭碗。王书记，他们这次冲着我来，肯定还有后招。我想请您在村里帮我留心一下，看最近谁在四处活动。放心，我身为村支书，绝不容许有人破坏村里的风气。只要有异常，我第一时间通知你。广田，要是工地一直不能开工，工人们的工钱可怎么发呀？美芳，身正不怕影子斜，政府会查清楚的。广田、美芳，我可算找着你们了。钱大妈，怎么了？那个周喜兰这2天不对劲儿，我昨晚路过她家墙根儿，听见她一直在接电话，对方好像是省城来的。听到说什么内容了吗？没听全，但今天一大早我就看见他鬼鬼祟祟的坐车去了镇上的律师事务所，那脸色一看就没憋好屁。省城律师事务所，看来背后出主意的人段位不低。金虎，还是你有办法。那2个执法局的一去，孙广田的工人们都吓跑了，连客户都跟他解约了。哼，这才哪儿到哪儿。孙广田这小子骨头硬，这点损失压不垮他。那咱们接下来怎么整他？孙广田家5年前办了宅基地确权，你现在就去村里放风，说他家的确权证是花钱买通了关系办下来的。这能行吗？那测绘报告可是有公章的。你就说连测绘报告也是假的，他家占了集体的地。村民最恨占公家便宜的人，只要谣言传开了，唾沫星子就能淹死他。这主意好，我这就去村头大树底下嚷嚷，看他孙广田以后怎么在村里抬头做人。我跟你们说，孙广田的宅基地证绝对是花钱买通关系办的，他家占了咱集体的地。不能吧？广田看着挺老实的，那证上还有红公章呢。公章现在有钱啥办不来？他干工程的手里有的是钱，买个假报告容易得很。周喜兰，你少在这里胡说八道！我家地基清清白白，没占集体一分地。哟，清白，你们拿得出当初的审批档案吗？拿不出来就是心虚。广田，周喜兰在村头到处传瞎话，说咱家的确权证和测绘报告是花钱买的，占了公家的地，现在村民们都在背后说闲话呢。既然他们质疑确权证和测绘报告，那我就去一趟县自然资源局，把当年的审批原件、测绘红线图全部申请信息公开。去县里，这能行吗？只要是合法合规办下来的，县里都有底。铜头公章和档案比我们的嘴管用100倍。大家静一静，这是广田今天刚从县自然局拿回来的审批档案复印件。谁知道这纸是不是你们自己打印出来的？周喜兰，这上面有县自然资源局的公章，测绘红线图还有当年的审批签字。你要是再敢造谣，那就是诽谤，要负法律责任的。哎呀，真是真的，孙广田家1分地都没多占。周喜兰，你天天瞎编乱造，到底安的什么心啊？真是的。广田，坐。那张审批条贴出去，周喜兰没再闹腾吧？他暂时不敢了。不过周喜兰是个没脑子的，这次造谣的主意背后肯定有人指使。你猜的没错，我向镇上打听过了，马金彪的亲弟弟马金虎，前几天从省城给周喜兰汇了一笔钱。马金虎？对，马金虎在省城混了多年，手里有些来路不明的钱。王书记，您知道他在省城做什么买卖吗？这是他公司的名字。广田，这人不好惹，你得小心点。谢谢王书记，只要他犯了法，就没有惹不起的。广田，查到什么没有？这个马金虎到底是干啥的？马金虎在省城注册了一家投资咨询公司，其实就是个放高利贷的皮包公司。这上面怎么这么多投诉记录？这家公司被投诉过10多次，
全都是暴力催收、非法限制人身自由。但每次警察去查，马金虎都找手底下人顶包，因为没有直接指向他的证据，最后都结案了。他这么坏，手段还这么毒，咱们能对付得了他吗？马金虎已经在暗中对付我们了，如果不把他连根拔起，咱们以后没有安宁日子过。好，光田，我信你，咱们不能被他欺负。虎哥，不好了，那个泥瓦匠孙广天这两天一直在查咱们公司的底细，好像还往省里寄了东西。一个臭抹墙的胆子不小，还想掀翻我的盘子。虎哥，要不要找几个兄弟过去，直接废了他？现在是法治社会，动刀动枪太落后。他不是喜欢走正规渠道吗？那老子就用正规渠道弄死他。去查查孙广田以前干活买材料的商铺名字，老子给他做一张5万块钱的材料款欠调，直接去法院起诉他，先封了他的银行卡。光田，出大事了！法院送传票来了，说有人起诉你。上面写啥了？咱家本本分分的，怎么还惹上官司了？马金虎找人起诉的，原告是城北建材厂，说我2年前拖欠了5万块钱的建筑材料款。5万？咱们买材料从来都是现结，什么时候欠过这么多钱？这纯粹是栽赃。这上面有你的签名，还有手印儿。广田，这要是判下来，咱们拿不出钱，是不是要被抓走？我写广子的时候，横折从来不带勾，这个签名笔迹圆滑，根本不是我写的。至于这个手印儿，也绝对对不上。伪造证据打假官司，在法律上叫虚假诉讼。马金虎以为这是省城，能由着他胡来。李律师，我要申请司法鉴定，对这张欠条上的签名和手印进行笔迹和指纹鉴定。广田，光做鉴定能行吗？万一他们还咬着不放呢？2年前的10月8号，我在省城城西的工地上抹墙，这是工头给我记的工时。当天晚上，他通过银行卡给我转了工钱。我当天根本没回县城，怎么可能去城北建材厂拉材料？根据司法鉴定所的报告，起诉书附带的欠条签名非孙广田本人笔迹，指纹也与孙广田不符。法官，这是我当天的银行交易记录和工地出勤章，证明我当时在省城施工，没有在建材厂签字的可能。原告提供虚假证据，涉嫌虚假诉讼，本院依法驳回源头诉讼需求，并会将此案线索及证据移交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虎哥，算算时间，那泥瓦匠的银行卡应该被法院冻结了。跟我斗，老子用法律程序玩死他！虎哥，出事了！财务刚才说，咱们公司的账户还有你个人的卡全被冻结了。你说什么？200多万全冻结了，1分钱都转不出来了。银行说是配合警方办案。是马金虎吗？这里是经侦支队，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现在依法传唤你，立刻配合调查。还愣着干什么？去把保险柜里的现金全部拿出来！孙广田，你个臭泥瓦匠，居然真把老子给告了！先生，请摘下墨镜。马金虎，走这么急，准备去哪儿啊？你们谁呀？别挡路，我赶飞机。
放开我！你们凭什么抓我？我没犯法。凭什么？就凭你骗了老百姓200多万的血汗钱，带走。广田，电话响了，不会又是马家那边的人打电话来找麻烦吧？喂，赵所长。广田，告诉你个好消息，马金虎在省城机场过安检的时候被经侦民警当场抓获了。那小子还想带着外币逃到国外去，现在人已经送进看守所了。马金虎因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辛苦您了，赵所长。也谢谢警方能给我主持公道。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案子查实了，你们以后就安心过日子吧。挂了啊。广田，马金虎真的被抓了，刑事拘留，那他是不是出不来了？进去了。马金彪判了，马小强判了，现在轮到马金虎，他们一个也跑不掉。好，太好了，这下他们马家再也没人能欺负咱们了。谁想动我的家，我就让他付出100倍的代价。请证人出示相关证据。法官，这是马金虎指使周喜兰散播我家谣言的录音，还有他恶意举报施工队伪造15万欠条的材料。法官，他血口喷人，这跟我开公司放贷没关系，他这是陷害我。被告人控制情绪。审判长，虽然这些行为不构成本案起诉的非法吸取公众存款罪，但足以证明被告人马金虎主观恶性极深，品行极其恶劣。被告人马金虎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6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孙广田，你真狠！多行不义必自毙，这是你应得的。金虎，你怎么也进来了？哥，我被判了4年半。不许私自说话！马金彪，回你的劳动岗位去。他婶子，去地里摘菜啊！快走，别跟他打成一家子坏主，真晦气。广田、美芳，忙着呢。王书记，您来了，快请坐。王书记，喝口热茶，刚沏的。我听说你们施工队最近又接了镇上2个大厂房的盖建活。对，工人们干活实诚不偷工，口碑传出去了，最近活确实挺多。王书记，您看，这是小宝昨天带回来的期末成绩单，全班第1。好啊，小宝这娃随广田，聪明又踏实，以后肯定有大出息。下面有请小黄坎村的孙广田上台领奖。他面对不法侵害，不私了，不妥协，用法律维护权益，被评为我县法治乡村建设先进个人。广田，好样的，快上台！广田，去吧，全县人都看着呢。
1年前，有人砸我的车，往我家的水井里投毒，甚至找人打我。那时候，有人劝我算了，说我只是个干泥瓦匠的，说我斗不过那些无赖。但我今天站在这里，只想告诉大家，老实人不是软弱，是不想用拳头说话，法律才是最硬的拳头。